在钢筋水泥的现代丛林中，暗藏人性密码的生存游戏正在上演。你是否曾在深夜辗转反侧，困惑为何真心付出却换来冷漠？为何努力工作却总被边缘化？为何善良的你总是被他人轻易拿捏？这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你还未破解人性的密码。今天我们将带你深入这场无形的博弈，揭开15条让你从被动走向主动的生存黑话。这些话或许会刺痛你的幻想，但也将点亮你前行的路。它们不是阴谋论，而是成年人在复杂社会中必须掌握的生存智慧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撕开社会的伪装，直面人性的真相。1. 别做软柿子。在非洲草原上，猎狗从不挑战雄狮，它们只会扑向落单的羚羊。人类社会同样遵循欺软怕硬的丛林法则。职场上，如果你从不敢拒绝无理的加班要求，可能就会成为加班专业户。生活中，如果你从不反驳亲戚的越界干涉，可能就沦为家族的受气包。这不是鼓励你去挑事，而是提醒你，适当的锋芒是保护自己的第一道防线。生存黑话1：你的底线硬度决定别人冒犯的程度。比如，同事推卸工作给你，试着礼貌但坚定地说：“抱歉，这个我做不了。”或者当亲戚要求你帮忙做超出能力的事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帮不了这个，建议你找专业人士。”你的态度就像一道无形的墙，让对方明白欺负你是有代价的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明确的边界能减少80%的不合理请求。软柿子会被捏，带刺的玫瑰才会被小心对待。2. 亲密关系中的隐形刀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伤害你最深的往往是那些最亲近的人？心理学有个临近效应，意思是人们对身边人期待更高，也更容易被他们刺伤。那个每天和你分享午餐的同事，可能在你升职时散布谣言；那个曾陪你彻夜谈心的朋友，可能在你落魄时悄然疏远。这不是人性本恶，而是亲密关系中的微妙陷阱。熟悉感让人放松警惕，却也让伤害来得更猝不及防。生存黑话2：能刺痛你的，永远是握过你软肋的手。如何应对？给亲密关系留点空间。比如和朋友分享生活时，挑重点说，不必事无巨细；和同事交往时，保持友善但不透露过多隐私。比如别轻易说出你的财务状况或家庭矛盾。留一份心理距离，就像给关系装上安全阀，既保护自己，也让关系更健康。数据表明，保持适度神秘感的人，在社交中被尊重的概率高出30%。3. 摘下道德滤镜。你是否曾因朋友没借钱给你而失望？因同事没帮你顶班而愤怒？这些情绪的根源，在于你给自己编了一出别人应该如何的道德剧本。但成年人的世界，没有应该，只有选择。老板不是慈善家，同事不是家人，所有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价值的交换。生存黑话3：放下别人应该的执念，世界会更清晰。下次期待别人帮忙时，先问：我能为对方提供什么？如果答案是没有，对方的冷漠就是理所当然。比如，想让同事帮你分担任务，先主动帮他一次，形成互惠关系。把别人应该换成别人可以，你会发现情绪负担轻了，行动更理性。社会学家研究发现，基于互惠的关系比单向付出的关系更稳固，维持时间长3倍。4. 玻璃心是你的枷锁。年轻时，我们常把面子看得比天大，面试失败觉得丢脸，被领导批评觉得伤自尊。但真相是，弱者的尊严像沙滩上的城堡，一吹就散；强者的低调却会被解读为谦逊。社会从不在意你的玻璃心，它只尊重你的实力。生存黑话4：尊严是实力的附赠品，别为面子浪费精力。
与其纠结别人会怎么看我，不如把时间花在提升能力上。比如学会数据分析，拿下行业认证，或者完成一个高难度项目。当你成为团队的顶梁柱，曾经的轻视会自动变成尊重。哈佛商学院研究表明，职场中能力突出的人获得认可的概率比老好人高 50%。 真正的面子是用成果赢来的。5. 沉默是你的隐形武器。古人说，言多必失，语重则贵。在人际博弈中，话少的人往往更有威慑力。同事追问你薪资，一句差不多就够了。朋友打听你创业计划，一个微笑比长篇解释更安全。人性中有种窥探欲，你暴露的越多，别人试探的越肆无忌惮。生存黑话5：守住底牌，才能在博弈中占上风。试着少说多听，比如开会时先观察别人的立场，再发表意见；社交时多问对方的情况，少透露自己的隐私。像你的新项目进展如何比我刚拿了个大单更安全？像深海一样，表面平静，内心深不可测。心理学实验显示，沉默者被认为更具权威感的概率高出 40%。 6. 警惕催促的陷阱。限时优惠马上要交的紧急任务，这些火急火燎的要求往往是人为制造的焦虑。心理学中的稀缺效应表明，人面对紧迫感时容易放弃理性，掉进圈套。比如销售用最后一天优惠催你下单，其实只是营销策略。生存黑话6：除了生死，没什么是非立刻决定的。下次遇到催促，试着说我考虑一天再回复。比如领导丢来今晚必须交的任务，先确认优先级，这个比明天的大项目更紧急吗？真正重要的是经得起等待，急着让你跳的坑，才怕你冷静。研究表明，延迟决策能降低 60% 的冲动错误率。学会按暂停键，你就赢回了主动权。7. 清醒者的孤独。当你开始专注自我成长，比如学习新技能，规划未来，可能会发现老朋友渐渐疏远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而是认知差异带来的自然筛选。人性中有同化本能，当你跳出舒适圈，停留在原地的人会本能排斥你，因为你的进步映照出他们的懈怠。生存黑话7：鹤立鸡群时，别想着融入鸡群，飞向更高天空。别害怕这种孤独，它是你成长的证明。减少无效社交，比如少参加无意义的饭局，把时间留给志同道合的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加入一个专业社群，比如线上课程群或行业论坛，和优秀的人交流，你会发现真正的圈子让你如鱼得水。数据表明，与高层次人群交往能提升个人成长速度2倍。8. 心无挂碍最自在。一条差评让你失眠，一次失误让你自责。心理学中的焦点效应告诉我们，你以为的别人眼中的自己，其实只是你的想象。别人的评价就像窗外的雨，听着响，落在身上没几滴。生存黑话8：你越不把自己当回事，别人越把你当回事。放下完美主义，比如说错话了，笑笑就好；工作失误了，改正就好。试着用自嘲化解尴尬，比如哈哈，我这脑子又短路了，反而显得自信。人生不是考试，没有标准答案。研究发现，不在意他人评价的人，心理幸福感高出 30%。当你不再被别人的看法绑架，生活会变得轻松而从容。9. 一切都是人的博弈。职场中最常见的借口是我这是对事不对人，但真相是
所有事都是人的延伸。同样的方案，新附题就是创新，新人题就是冒进。与其纠结事情的对错，不如看清背后的关系网。生存黑话9：经营好人际关系，难题会自动解开。比如和领导沟通时，了解他的偏好；比如他重视数据，就多准备图表；和同事合作时，先建立信任；比如主动分享资源。这不是事故，而是成年人的必修课。社会学研究表明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提升70%的职场成功率。关系对了，事就顺了。10. 主动的悖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帮同事带了一次饭，就成了代购专员；替朋友解了一次围，就成了救火队员。人性中有蹬鼻子上脸效应，你的过度主动会被解读为可利用。生存黑话是：你的时间是稀缺资源，只给懂得珍惜的人。下次有人求助，先停3秒，评估是否值得。朋友提要求时，先问清细节，比如具体需要我做什么。适当的冷漠不是无情，而是划定健康边界。比如同事让你帮忙改报告，先问你的部分完成了吗？心理学表明，设置边界的社交关系更持久，满意度高出50%。11. 利益是人际关系的底层代码。别抱怨真心换不来真心，因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。这里的利益不只是钱，还包括情绪支持、资源共享等。职场上受欢迎的人，往往能带来项目机会；生活中被簇拥的人，往往能提供情感价值，比如幽默或温暖。生存黑话11：提升自身价值，高质量关系会自动靠近。问问自己，我能为别人带来什么？是专业技能、独特见解，还是倾听能力？比如学会讲故事能让朋友更爱和你聊天，掌握稀缺技能能让老板更重视你。当你成为有价值的人，别人会主动靠拢。研究显示，价值驱动的关系比情感驱动的关系更稳定，存续时间长2倍。12. 拒绝是善意的艺术。中国式社交里，很多人害怕拒绝，怕伤感情，怕被孤立，于是硬着头皮答应，结果委屈了自己。真正的智者知道，无底线的善良是对自己的背叛。生存黑话12：温和但坚定的拒绝才是真正的善意。比如亲戚让你走后门，说这我真做不了，抱歉。朋友借钱超你的能力，说我最近也在攒钱，帮不了。语气温和，但立场明确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一次拒绝疏远，而那些因拒绝翻脸的人，本就不值得深交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懂得拒绝的人，自我尊重感高出40%，人际关系也更健康。13. 独立思考。网络热点的反转，职场的小道消息，亲友的留言，每天都在试图左右你的判断。人性中有从众心理，人们本能相信多数人的意见，却忘了真相往往在少数人手里。生存黑话13：独立思考是大脑的防火墙，不做别人的棋子。听到消息，先问证据是什么；面对质疑，先想逻辑是否合理。比如，听到行业裁员传言，别急着恐慌，去查官方数据和趋势。试着每天花10分钟复盘自己的决策，比如今天为什么同意这个请求。独立思考让你在喧嚣中保持清醒。研究表明，习惯独立思考的人，决策准确率高出60%。14. 情绪静音。见过那些被客户骂了依然微笑，被领导批了依然冷静的人吗？他们不是没情绪，而是懂得情绪无用。心理学中的踢猫效应表明，你的情绪波动会成为别人试探你的工具。生存黑话14：能控制情绪的人才能控制生活。遇到问题，先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先发泄。比如，客户投诉时，先道歉并提出方案，而不是争辩。试着用3秒法则，
生气时默数3秒再开口。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，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强大。研究显示，情绪管理能力强的人，职场晋升速度快 1.5 倍。15. 底线是你最后的堡垒。再好的关系，也有不可触碰的禁区。职场上可以接受合理加班，但不能容忍骚扰；生活中可以帮朋友小忙，但不能替他承担法律风险。底线是你给世界的警示牌，告诉别人到此为止。生存黑话15，妥协一次就有无数次妥协。研究表明，明确表达底线的人，被尊重的概率高出 70%。守住底线，才有真正的尊重。这15条生存黑话，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真实。它们不是让你变得冷酷，而是教你在保持善良的同时，学会保护自己。真正的成熟，是历经世故而不世故，看透人性而不利用人性。在这个充满博弈的世界里，你可以选择做一颗带刺的玫瑰，既有芬芳，也有锋芒。愿你带着清醒的认知，守住自己的边界，走出属于你的从容之路。生活从来不易，但懂得人性密码的你，注定能活得更自由、更精彩。从今天起，试着践行一条黑话，比如拒绝一个不合理请求，感受自己的力量。你会发现，世界开始为你让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